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本非常神秘的中世纪手抄本《魔鬼圣经》。13世纪时期，在波西米亚地区古捷克的一家本笃修道院里，有一位叫做 Herman 的教徒。本笃教会的教会是非常苛刻的，他的信徒呢是不可以谈婚论嫁，不可以有私财，而且一切事务全部听从长者。如果这一个人一天没有事儿干，没有工作，那么就被视为是犯罪。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呢，要比中世纪时候的本笃教会要少了很多很多了，但是在法国、比利时、意大利那边还是有本笃会的存在。Herman 因为触犯了修道院的一些规矩，所以被判处死刑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下中世纪时代天主教会的教规是全世界最为严格的，他们将所有不符合教义的行为称为撒旦行为，而且对犯错者的惩罚也是最为严厉，或者说是最为残暴的。这个修道院最高级别的神父以 Herman 违背了入教誓言为理由，将他判处死刑。处死的方式很特别，就是将他砌到修道院的一堵很厚的墙的后面，在那里孤独地饿死。在这堵墙马上就要砌好的时候， Herman 突然开始请求神父能够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作为报答，他会为修道院写一本将世界上所有的智慧都集于一体的书，好让修道院名声远扬。神父拗不过他一直请求，最后答应只给他1天的时间，24小时过后，如果书还没有完成，就会继续把墙砌完。Herman 只好答应，神父便将书写所需要的东西从这堵墙还剩下的洞口塞给 Herman。Herman 一直写呀写呀，直到深夜，他意识到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于是他便开始祷告，但他并不是向神祷告，而是向魔鬼请求帮助。不可思议的是，魔鬼真的出现了。Herman 以献出灵魂为代价，拜托魔鬼帮他完成这本伟大的著作。作为报答， Herman 将魔鬼画在了这本书的最后一页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听说是有很多名人都是因为和魔鬼做了交易，才有了如今的地位和钱财。比如说像意大利的小提琴家马可罗·帕格尼尼，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约翰·浮士德，还有那个美国的传奇人物乔纳森·莫尔顿，他是一个民兵将领，听说他非常能打。不过呢，我个人认为以献出灵魂为代价来换取一世的英名还是不是特别划算。比如说呢，有人问你从现在开始往后推1年，这1年之内呢，你可以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，所有的乐事，你要什么有什么。但是1年之后你将终生成为我的奴隶，你愿不愿意交换？可能有人听到这样的交换呢，他就不同意了，觉得太不划算了。但是我个人认为，有可能我们人的一生和我们的灵魂之间的比例，也就跟刚才那个比喻是差不多的。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电影，叫做《魔鬼代言人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或者听说过？里面那个魔鬼是我超级喜欢的男演员，叫做阿尔帕诺西，那个老头。里面的那个男主就糊里糊涂的和魔鬼做了一个交易，从此之后呢，他的工作就顺风顺水，然后财源滚滚。但是因为是跟魔鬼做的交易换得来的嘛，所以呢，他的结局也是非常的惨烈的。如果大家对魔鬼交易这样的话题感兴趣的话，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电影。这个传说是在魔鬼圣经被发现不久就存在的故事，也是唯一一个关于魔鬼圣经来源的说法。这本魔鬼圣经几经周折，现存放于瑞典皇家博物馆里面。在这本书的身上，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了许多让他们感到困惑和无法理解的元素，让人们无法相信这本书是人类完成的。首先就是它的尺寸，长92厘米，宽50厘米，厚22厘米，重75公斤。这本书的重量和我的重量加上我女儿的重量加在一起差不多。它的封面是由动物的皮和一些装饰的金属构成，里面的书页也是由驴皮制成的。整本书需要用到的皮毛需要至少160只驴来提供。整本书包含圣经新约、当时塞尔维亚的百科全书、犹太学家弗拉维奥·约瑟夫斯的著作《犹太历史》、波西米亚编年史、太阳历，当时最著名的医学著作，同时还有一些魔法的符号和驱魔的咒语。感觉这本书是把当时最重要的文献都合为一体了。
整本书原本一共有320页，但是其中的10页不见了，只剩下了310页。没有人知道丢失的几页上面写了什么，为什么会消失。书的最后2页是2幅画，让我们先来看最著名的这幅，是290页，上面画着一个魔鬼。这本书被后人称为魔鬼圣经，也跟这一页醒目的魔鬼画像有很大的关系。哎，你看这个龙一眼看上去超级 cute， 有没有？它有鳞片，有犄角，2个舌头，然后你看它那个小手小脚的动作，它俨然就是一个小 baby 龙啊！它还穿着一点点纸尿裤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这里是貂皮的缠腰布。在中世纪的时候，貂皮制品是贵族的标志，所以这本书的作者给画像魔鬼的身上画了一块貂皮，能看出来，在他的心目中，魔鬼是很高贵的形象。在这幅画的边上，也就是第289页，是一整页的彩色图画，没有人能够确定上面画的到底是什么，但是有专家推测，这是天堂。翻开书是最让人想不通的，每一页都制作得非常精良，制书的技巧可以说是炉火纯青。这是一本手抄本，一字一字写上去的，但感觉就像是印刷的一样精致。每一个字母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笔带过，而是使用了一种非常精致的，在当时独一无二的新型独创字体。书中的每一个同样的字母，随便对比2个都可以高度重合。从笔体完全一致推断，这本书应该不是由多人完成的。根据科学家们的推算，如果这本书只由1个人完成，想要写完这本书里所有的文字，就算每天不进食、不休息、完全不间断的书写，也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。如果算上正常的吃饭、睡觉及其他正常的休息时间，需要25到30年的时间。而这仅仅是对文字部分的完成时间推算。要知道，这本书的文字旁边还有非常适当的和精美的插画和花边，这些图片几乎每页都有，花边从头到尾惊人的一致，插画的色彩渐变都做得非常到位。那么如果算上这些插画，一个普通的人类一共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完成这本书呢？我们暂且假设确实有这么一位能力超群，为了写书奉献一生的人，不娶妻生子，不正常生活，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写了这本书。这个人也应该由于天气的变化、年龄的变化、眼神的变化、心情的变化，导致文字有所变化。但这个人就像是机器一样，没有任何的心理、肉体、主观、客观的变化。不管是文字和绘画，从第1页到最后1页，不差毫厘。所有这些解释不通的要素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本手抄本的制作者并非人类。另外，人们称它为魔鬼圣经，不仅仅是因为它起源的传说、无法解释的创作过程，还因为它给得到它的人们带来的诅咒。Herman 当时把这本书交到波西米亚修道院神父的手中之后，这本书就一直保存在那家修道院里，直到200年后的1477年，这个修道院的经费出现了问题，产生了大量的债务。在还债过程中，这家修道院把这本珍贵的手抄本卖给了另外一家修道院。但没过多长时间，就爆发了捷克革命，社会开始动荡不安。1953年，当时圣罗马皇帝鲁道夫2世将这本书强行借走了，当然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还回去。鲁道夫当时对这本书非常的痴迷，潜心研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的统治也变得越来越偏执和暴力，他的家人渐渐疏远他，曾经的心腹也因为恐惧他而不再对他死心塌地。1612年，鲁道夫去世，这本书被保存了下来。又过了6年，爆发了战争。在战争中，瑞典军队看到了这本让人惊叹的著作，并带回了瑞典，保存到了瑞典皇家博物馆里面。你们认为诅咒就这样结束了吗？并没有。1697年，皇室城堡遭遇了100年不遇的火灾，人们拼尽全力将这本书从窗口扔了出去，正巧砸中了一位路人。还记得吗？这是一本75公斤的书，那位路人当时受了非常严重的伤，生死未卜。自此，魔鬼好像玩够了。瑞典皇家图书馆重建后，这本书再度被安置在那里，直至今日。后面提到这个诅咒啊，我个人认为是有点牵强了，但是这个书的创作过程以及它那些奇怪的点，真的是惊艳到我了。
但是关于这本书呢，我还有一点不是特别理解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如果这本书它是魔鬼创作的，那为什么它里面会有驱魔的咒语？难道魔鬼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驱逐它，怎么样去铲除它吗？另外呢，就是天堂里面的人不是和魔鬼是势不两立的嘛，是神在的地方。那为什么魔鬼在最后一页会画上天堂的插画呢？所以我有一个想法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同意？是不是有一些魔鬼，像路西法呀、亚巴顿呐、阿萨兹勒等等这些魔鬼，它实际上是和我们崇拜的那个神是平起平坐的，它是在一个位面的、同一地位的，但是不同派别的首领，他们都崇尚像天堂那样的地方，都想建立属于自己的那种快乐的国度，那种乐土。但是呢，由于他们都想成为主宰者，所以这才导致了他们的势不两立，成为敌人。那我们人类呢，是和神是一波的，所以就跟着神称他为魔鬼。但是魔鬼自己不会称自己为魔鬼，就好比说古代呢帝王之争，这些争夺王位的人呢，都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欣欣向荣的非常富足的国家，但是在争夺过程中以及在争夺之后吧，都会称为对方是坏人、流氓、强盗等等，对吧？等到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呢，不管是谁取得了皇位，他们都会颁布法典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整治这些坏人、流氓和强盗。虽然他们曾经被别人也叫过坏人、流氓和强盗，我这样说大家能懂吗？所以我认为啊，制作这本书的魔鬼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魔鬼，而且在这个世界中、这个宇宙中啊，也存在他认为的魔鬼，而且也有可能在这个宇宙中有属于他的那一片天堂。这样就能解释通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，顺便还能解释通什么叫做献出灵魂。那意思就是跟他干呗，你跟着我干，你是我的人了，然后我就帮你。那以后我建造了我的国度，我的天堂，那你就要在我的那个国度里面生活，不能跟着其他的君王。那这样也挺划算的呀，不亏。